最近，高通已将其4纳米骁龙8 N1的部分订单从三星转移到台积电4纳米代工。高通转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三星代工的该芯片组良率仅为 35%。基于此，外界认为高通不会将其下一代芯片交给三星3纳米代工。在先进制程的赛道中，联电和革新早已宣布放弃10纳米以下制程，中芯国际则碍于制裁的阻挡，与台积电差距也甚远，因此晶圆代工3纳米的赛道目前只有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能够触及。而此前三星表示将会采用 GAA 技术，并且在2022年上半年量产。英特尔的 Intel 18A 第二代5纳米需要等到2025年投产，3纳米制程目前来看遥遥无期。因此，当三星的良率出现问题，全球能够代工3纳米的晶圆厂只剩下一家台积电。2月份，凭借先进制程的优势，台积电方再次传来拿下苹果 5G 全部射频 RF 芯片订单的消息。根据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，光是台积电接收的预付款就有1500亿新台币，约合人民币 346.35 亿元。我们不禁开始思考，当全球的先进制程产能全部依托台积电，将会发生什么？台积电2018年推出了7纳米工艺，2020年推出了5纳米工艺，目前正在探索4纳米及3纳米工艺。先进制程的探索需要绝对的创新，单在5纳米的研发上，台积电就推出过 N5P、N5、N4P 等版本。N4P 是其5纳米家族第3个主要增强版本，性能比原先的 N5 提升了 11%。在更加先进的3纳米制程上，台积电同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尝试推进，多次修正3纳米蓝图。台积电对3纳米的布局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。2016年，台积电宣布想要建造一个5纳米、3纳米的晶圆制造厂。即使如台积电这样的实力大厂，也是经过6年的研发后，预计2022年才会量产3纳米。并且在3纳米正式量产的消息宣布前，台积电还多次传来消息称3纳米进程延期。例如，去年9月，台积电就确认了由于其3纳米工艺量产延迟约3到4个月，导致 iPhone 下一代处理器无法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。在2020年，台积电推出其 N3 3纳米工艺的细节，台积电的3纳米相比上一代的5纳米工艺，在逻辑密度上提升了 1.7 倍，性能提升了 11%， 同等性能下功耗可降低25到 30%。在今年1季度的业绩发布会上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，3纳米制程开发符合预期，将于下半年量产，这无疑给业界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优秀的良品率加上按期量产，在三星被爆出良率问题后，3纳米制程上再无能与台积电对打的竞争者。3纳米的高地上，台积电傲视群雄。根据 TrendForce 的数据显示，台积电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达 53.1%， 比前一季增加 0.2 个百分点，三星则下滑 0.2 个百分点至 17.1%。因此，台积电不仅巩固了晶圆代工龙头地位，也在拉大和三星之间的差距。从台积电的财报中，先进制程7纳米和更先进制程晶圆占据了总营收的半数，5纳米制程晶圆出货量占据了总晶圆营收的 19%， 7纳米制程晶圆出货量占据了总晶圆营收的 31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财报中，台积电的毛利润已经达到 52.7%。被迫丢失的定价权，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潮流中，晶圆代工厂已经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涨价。去年8月，韩国晶圆代工厂商 TSMC 和三星已通知客户，计划将代工价格提高 15% 至 20%。台积电也表示，在2022年将晶圆代工价格上调 10% 到 20%。3纳米的研究成本与扩产成本极高，3纳米制程的研究逼近物理极限。台积电3纳米芯片晶体管密度甚至达到 2.5 亿每平方毫米，因此3纳米的相关研究非常烧钱。IBS 数据显示，3纳米工艺开发将耗40亿赴50亿美元，
新建一条3纳米产线的产本约为150到200亿美元。而除了研究投入外，面对各大厂商争抢造新产能的情况，各大晶圆厂都选择扩产。在2022年，全球芯片制造商的资本支出预计合计将达到1460亿美元，比疫情爆发前的水平高出约50%，是5年前水平的2倍。作为代工巨头的台积电，其投资必然不会落下。台积电启动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、中国南京、中国台湾高雄等地的建厂和扩产计划。台积电资本支出预计超过300亿美元，3年内支出更是高达1000亿美元，并且台积电宣布到2025年将砸入440亿美元用于研发，这其中80%将用于先进制程。巨额的研发成本、扩产成本必然不会是晶圆代工厂独立承担，这一部分价格也会自然地转移给客户。因此，今年涨价的消息此起彼伏，究其背后也是晶圆厂投入资本的转接。但当全球的先进制程都需要依托台积电时，除去单纯的涨价，还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为了保证自家产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只有更先进的制程才能带来更好的性能。因此 AMD、苹果、高通、英伟达等数十家半导体巨头都在抢占台积电产能。据传，英伟达不惜耗费巨资抢夺台积电的5纳米产能，确保 Adenovis GPU 能有充分供给，以用于次世代 GeForce RTX 40系列显卡。由于 AMD 和英伟达的次世代芯片都使用5纳米制程，为了捍卫产能，英伟达不惜预付数十亿美元给台积电。这是时候厂商只有砸钱才能保住产能。对于与台积电长时间合作的苹果、联发科、AMD 等长期合作伙伴，不需要太多预付金就能稳定产能。而对于英伟达这样的客户，想要获得5纳米产能订单，需要提前支付高额预付款。为了确保台积电的5纳米产能，这次英伟达的预付金额高于以往。据传，2021年第3季英伟达支付了16.4亿美元，2021年第1季还会付款17.9亿美元，整笔长期订单的预付款高达69亿美元。因此，对于 Fabless 厂商来说，当先进制程依托于一家时，需要承担的不只是不断上涨的晶圆代工价格，还有需要提前支付的巨额保证金的压力。顶尖、唯一、垄断集这几个词于一身的台积电先进制程，让我们不禁想问：台积电会是下一个 ASML 吗？美国和欧洲先后由政府出面向台积电求援，希望台积电在产能上对汽车业予以照顾。美欧均对台积电本地设厂开出极高的优惠条件。当全球半导体都患上台积电依赖症，半导体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就像是躲在画布后的皮影戏，看似无形却朝著有形的方向前进。